真是弱到让人连吐槽的话都说不出。Fred， 这家伙真的是修吗？实在是太不尽兴了。干脆你们一起上吧，我已经无法停手了。现在才用分解场护住身体已经太迟了。在走进花园的那一刻，你们就都在我的控制范围内了。指挥官！哼，一个普通人还敢靠得这么近？马上就要心脏麻痹而死了吧？切换作战模式。哦，还有个能动的。你不是人类吧？真羡慕 TUP 的科技。等一会儿把你送去拆了研究研究。屠夫阁下，决斗中请不要分神和观众聊天，好吗？修，这不可能！我已经麻痹了你的所有感官，就算不死也不可能再站起来。你的大脑已经麻痹，即使松果体还在运作，身体也不会受控制。不只是身体，你应该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。不能拥有松果体，即使你叫不死者，也应该死了。凯伦，真遗憾，我只能说你的能力还不够置我于死地。有意思！卡拉，用你的防护层护住教官。不要浪费能量在我身上，等一下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我还能撑得住。放心吧，凯伦会赢的。你确定？非常确定，这就是情报的价值。终于开始明白修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。疼痛不过是我身体记忆中的错觉，它根本不影响我的存在以及对身体的控制。受屠夫能力的影响，我已经全身麻痹，疼痛感根本传达不到大脑。或许连脑子也已经麻痹了。失去了疼痛感，我反而能够平静地操控自己的身体，虽然还做不到像修那样消除了本能上对死亡的恐惧，不再被感官所干扰，身体也只是一个可操控的武器而已。只有现在，我才真正运用到松果体的核阵，越过大脑的神经系统，直接在控制自己的身体战斗。感官消失的越彻底，我感受到身体的震动就越清晰，每一个细胞的震动都与松果体直接相连，即使骨折，即使变形，也没有丝毫混乱。原来，这就是分解者所能感受的世界吗？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能力在战斗。我把他打倒了，是我刚刚那一拳打倒他的。这还是凯伦吗？看来屠夫的能力对凯伦没有效果。可屠夫自己的分解场也不至于就这么被凯伦打破吧？确实没有，麻痹感还没减退，屠夫并没有受到重创。不死者确实名副其实。
在我的能力影响下，仍然可以继续战斗。但你的分解能力能维持多久呢？能战到最后的，一定是我！可恶，这个大块头拳头的力道比刚才更刚猛。虽然感觉不到疼痛，但我的胸骨和肋骨应该已经断了好几根，说不定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了。就算我可以一直这样坚持下去，但怎么才能打赢他呢？难道要硬撑到这个狂人精疲力尽为止？不过这也是一种方法，反正我现在已经立于不败之地。凯伦这小子，知道自己死不了，一定又开始放松了。凯伦，卡米尔，屠夫分解场的渗透力很强大，我们靠了钛金坚持不了多久的，教官也撑不到屠夫精疲力尽的那个时候。你必须尽早结束战斗。抱歉，卡米尔，关键的时候又开始胡思乱想，我会拼尽全力打倒他的。有机会，快躺下吧！成功了吗？正常人太阳穴受到重击，应该已经站不起来了吧？不，还没有，麻痹感又增加了。卡拉，快去护住教官！屠夫的分解场已经开始混乱了。打开高频防护层，倒计时3分钟。屠夫分解场还在加强，不过他这样强行增强分解场压制凯伦，体表分解场的防御反而在减弱。这就是屠夫的最大弱点，他是个 CIPA 无痛感症患者，根本无法感觉到自身的体表分解场。啊！而且凯伦的攻击对他也不是没有伤害，只是他同样感觉不到而已。真是太有趣了！你是第一个用拳头2次把我打倒在地的人，我很期待你耗尽能力的那一刻。我要彻彻底底的打死你！真遗憾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让自己死得彻底。我愿意试试看。这才是决斗，这才是真正的决斗！自从成了分解者，有了分解能力，再也没有体验过这种不顾一切用身体战斗的快感了。什么松果体，什么物质能量，什么分解场，统统我不需要。人就应该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战斗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本能。继续打呀！战斗到死为止！屠夫，这家伙已经丧失理智了吗？他难道不明白，这样对攻下去，最终倒下去的一定是自己？全身心的投入战斗，分解场已经混乱了。屠夫是真的纯粹用身体在和凯伦拼命。无痛感症患者本来就比普通人更没存在感，而这种被称为恶魔诅咒的怪病，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挑战死亡。只有接近死亡，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。所以这种病患存活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。难怪他才这么疯狂的想要和最强者交手，而且明知对手打不死，也要挑战极限。卡拉，防护层还能坚持多久？不行就换我。还有40秒。屠夫已经要到极限了，身体受创严重，分解场也更加混乱，剩下就看凯伦能不能坚持住。打倒他，打倒他，绝对不给他喘息的机会。第一次与敌人战斗这么长时间，我一定要坚持住。2个灵魂，松果体，合阵。有人说那才是真实，可我觉得现在这样拳拳到肉的实在感才是真实。这
受伤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，但攻击的力量和速度却丝毫没有减弱。他难道也用能力麻痹了自己的痛感吗？抛开一切人类自以为是的优越感，用动物的方式去战斗，这种感觉我都已经快要忘记了。原来大家就是应该这样用尽全力的挥出拳头，再用身体来承受对手的攻击啊！你是战斗狂人，可我不是啊！我不是为了战斗才挥拳的，我挥拳是为了不要再战斗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继续挥拳吧，让我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疼痛，还有那种痛到要死亡的恐惧。这个家伙根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样子，死亡的感觉并不仅仅是恐惧和疼痛而已，死亡更多的是绝望和无奈呀！去死吧！麻痹感消失了，赢了！赢了！凯伦竟然真的打赢了！打赢了！我赢了，我打败他了！这个蠢货！很久没看到古斯塔夫这样愉悦的表情了。虽然对手不是修，但也战斗得相当精彩。咋了？被拆穿了。不过这张脸，到底从哪儿能看出愉悦的表情啊？分解世界之无责任强行解释。第二课，分解能力。正片中我们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分解者，当然也包括我和罗特。我的能力呢是控制头发，头发对于我可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哦。至于罗特嘛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喂，罗特，你的能力是啥来着？耳朵已关闭，专心，沉迷撸兔兔。罗特。哎，好吧，所以身为分解者的我们都不太容易说清楚自己的能力。哎，不要打我。而那么多五花八门的分解能力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整个故事里只有一种超能力：分解、重组。这个世界是由能量组成的，只要对某一事物足够了解，就能通过松果体去分解重组。所以理论上来说，如果你足够了解整个世界，就可以任意分解重组一切。例如23话里，牧师砍掉克里曼手的时候，利用物质重组能力，自己组合出了一把匕首。画面回放。哎呀啊！好啦，不用特地重演一遍。所以分解能力是可以重复的，或者说分解能力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每个分解者最终擅长的有点区别而已。因为理解方式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分解能力，比如卡米尔和扭曲同为精神系分解能力。卡米尔是解读接收到的脑波信号，身体也动不了了，奇怪，怎么什么都读不到？而扭曲，我的能力是通过篡改你的脑波信息，从而控制你的身体。另外有一点很重要，也是分解者最大的弱点，所有分解能力都是主观施展和控制的，所以对精神的集中力要求很高。例如阿米尔全部精神集中在白昼女王身上时，很容易就被白海凯伦从背后偷袭。找到啦！想不到吧？所谓的消耗分解能力，其实也就是个人的精神集中力以及耐力。一旦分解者被拖入持久战，最终必定是集中力和耐力强的人支撑到最后。如果此时偷袭是很容易成功的。当然，对于分解者来说，除了分解能力，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分解场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